王一博怎么都让你摊上了？有什么好玩的梗都用在大漂亮王一博身上，你到哪里说理去？一张王一博上半身的出水图，让他的摩托姐姐们扛着8倍镜一顿输出，胸前多少根毛都被数得一根不留。马粉的女友粉在线掰了个神图，看得人心花怒放。意想不到的是，韩的品牌方趁机来插一脚，那就是王一博众多后宫佳丽中的娇内，一个明明有先天条件去独辟蹊径，区区必有，很好的避开了打造爆款的机会。俗称怂包的娇内这次信誓旦旦的放出豪言壮语，真是有出息，居然可以看到露到大腿的王一博满怀期待，坐等上新。细数下来，娇内的话从未食言，就是不争气而已。一个做居家服的品牌，愣是把王一博火得严严实实，大夏天的都不给露出1寸肌肤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这次他的话，我十分怀疑，也不负期待。确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没有看到腰腹肌，一条居家短裤露出了膝盖跟小腿，真是大出息了。娇内，你的胆量是提升了，夸一下。放出的王一博一如娇内的风格，还是那么的保守，再加一个怂得让人无言以对，怂的一看一个不吱声，一看一个踹飞你。娇内可是被王一博带飞了一位，理由很简单，自己不争气，只能带着飞，生拉硬扯下，自己亲力亲为，露出一个边边，让娇内成为爆款，接住了泼天的富贵，直接躺赢。可惜娇内的怂是出了名的，别看他在网上耀武耀威，结果拍出的东西却怂的一批。你想看的通通没有，你不想要的他打包相送，更是整出来一个热皮一个凉皮，把王一博裹得严严实实。难道他不知道王一博钟爱运动，非要反其道而行，把他打造出居家好男人的装扮，甚至连同行都瞧不上他的节奏，直接喊话肯定比怂包多。你瞧瞧，同样是代言，为什么别人拿下王一博后瞬间迎来泼天的富贵？娇内，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放着这么水灵灵的大漂亮，你不得争口气，多拍点我们想要的。一群留着韩喇子的女人，还能有什么小心思？真是很好玩的都用在王一博身上，品牌带着怂，摩托姐姐们提起对方都咬牙，只能说一句：王一博你的独树一帜，剑奏偏锋。没曾想招惹来的更是一群奋进过头的粉黑子们，绞尽脑汁，忽如老粉灵机一动，别人品牌争着来，自家品牌怂到家。听起来好奇怪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么水灵灵的与众不同，才让王一博网都不上，到处开屏，每次回来就是铺天盖地的笑料包，这谁顶得住？自娱自乐的赛道中，王一博的摩托大军们过得风生水起。娇内想要的是脑袋里那些想入非非的王一博，结果娇内给我们的是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。哎呦，放着这么水灵灵的大漂亮，娇内支灵起来。时隔多年重返巴黎时装周历史性的时刻，看秀当天品牌热度最大的时候，高调官宣全球品牌代言人的 Lacoste。到今年巴黎时装周刚好牵手王一博1周年了，毫无悬念，不出意外，今年巴黎时装周高调许签大秀预约倒计时中。那我就一个视频，从大数据到品牌野心诚意到品牌战略来复盘说这条一直喊着 Play Big 的法国鳄鱼的野心和这1年牵手王一博的代言效果。回顾下去年今日，从当时顶级时尚杂志及各大时尚媒体官宣预热，法国机场专车开到停机坪接机，甚至至今1920年代的传奇罗兰加洛斯球场大秀邀请韩3大 IP 概念就是品牌创始人、创意总监及王一博时，我就说了，我看到了这条法国鳄鱼的野心，极近100年鳄鱼终于迎来了他的理想代言人的狂喜，太运动、潮酷、时尚与松弛感的具象化 ，Z 世代顶流 icon， 关键还爱绿色，每个词都对近100年的高级运动老奢的 Lacoste 来说都是天选之子。Lacoste 也牢牢抓住了这次机会，去年踏入法国就给王一博开拍网球广告，整个全球广告大片，面能搞4个全球策划，法式腔调、复古闷骚、时尚都有。没事就邀请代言人去法国纯看法网的老钱做牌，甚至包下长城就撮合代言人和刚拿下奥运冠军的网球 GOAT 一起在长城打网球呢。这1年不管从创意到大秀都被海外媒体夸不停，运动场及秀场优雅随行，颠覆创造。从品牌的立身之本的网球和 polo 衫经典鳄鱼，到融合了网球、高尔夫等传统运动元素与街头文化和街舞的潮流引领者的蜕变，被认为焕发品牌活力并成功吸引年轻潮流群体。至少在中国，无数人重新认识了被各种山寨搅乱的鳄鱼。正宗的法国鳄鱼是王一博爱的绿色及他嘴巴的朝向等等，从父辈的潮流单品重新回归运动时尚，王一博代表的 Z 世代年轻人，这也是王一博的 Lacoste 重新夺回自己的品牌心智是最好的时机了。大数据说话，我去翻看了 Lacoste 母公司集团在2024年的财报，其中明确验证了我之前对法国鳄鱼野心视频的诠释。说到对 Lacoste 品牌重新启动 relaunch 投入了特别重大的资金 ，particularly substantial investments， 包括市场营销与代言费用，这不明晃晃在说去年我们拿下王一博拼了，但结果也很满意。Lacoste 在2024年全球销售额接近
30亿欧元，同比增长8%，计划要在2028年达40亿欧元。也提到了中国市场的复苏尤为显著。王一博代言后 ，Lacoste 在中国市场的社交媒体声量增长240%。2024年双11期间，天猫旗舰店销售额突破2.3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甚至我看了海外官宣月份的数据报告，当时18到25岁消费者占比从2023年的28%跃升至2024年的41%。王一博相关话题贡献了超184万次互动，从新粉丝到各种声量都几倍杀于竞争对手的平均值，还真是口碑和业绩都起飞的效果啊！难怪第一时间在巴黎时装周预备续约呢。从品牌战略上看，王一博与 Lacoste 的合作还真的赢麻了。王一博精神内核和品牌形象高度符合，真明星 IP 与经典品牌协同升级的典范了。这条法国鳄鱼通过王一博重塑形象，激活了市场，加上顶流代言的声量，实现了商业价值与影响力的双赢。高端与高端碰撞，品质与品质相连，为行业提供明星 IP 深度赋能品牌战略的标杆了。你觉得呢？真好期待今年酷盖的 Lacoste 的大秀会有什么惊喜了。巴黎时装周真让我看到了一条法国鳄鱼 Lacoste 的野心、猛鳄传奇。王一博巅峰同行，人家来真的。第一次见到官宣内娱艺人这么诚意给牌面的国际大牌了，有腔调又充满了对自己天选之子的兴奋。一上来就是全球品牌代言人 ，title 给足，物料超多，待遇给足，官宣就定在人家品牌最重要的巴黎时装周大秀。提前一天，全球媒体端口中英文新闻稿先出，顶级时尚杂志及各大时尚媒体官宣预热。看秀当天品牌热度最大的时候，直接空降官宣全球品牌代言人。刚看完香奈儿大秀的王一博，直接上身 Lacoste 2024年秋冬秀款亮相，一套未发布曝光和一套全球首穿白色运动服，潮酷少年与生俱来的时尚感相当抢眼。你刚踏入法国就给你开拍网球广告，更是直接预告了会在5月发布由王一博演绎的 Lacoste 全球视觉大片，腔调和态度拉满，要颠覆全新形象。在法国期间，所有内娱圈的待遇 Lacoste 都做到极致了。看看人家的大秀概念邀请函，优雅大鳄赛场传奇，指的是 Lacoste 的品牌创始人，当年拿过7个大满贯的传奇网球冠军，法国网球4剑客之一，罗兰加洛斯场馆就是为他们而建的。这也是为什么 Lacoste 致敬经典会在巴黎时装周大秀重回创始人的红土地球场，也看出他们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度。印刻品牌传奇，新鳄接力，塑造风尚，指的是品牌创意总监 Pelagia Colaturos。全新法式运动时尚风潮，也就是这次大秀的主理人，他的首秀作品就直接穿王一博身上了。自由法式，时尚兴起，运动与优雅超现代交融，指的就是全球代言人王一博了。3大品牌标志真的是很大的诚意了。没事找王一博握手交谈的 Siri Gilberty， 还得瑟的秀在自己 ins 发的这位可不仅是 Lacoste 品牌的 CEO， 还是 Lacoste 母公司瑞士 MF Brand 集团的 CEO。不仅有各种高端时尚品牌，还拥有瑞士最大的百货连锁企业，就是个没事就想收购奢牌的主。看出来对王一博这个全球代言人超爱了。Lacoste 这次所有待遇都到位了，全球媒体甚至权威时尚媒体也官宣王一博的时候夸得停不下嘴，这真的越来越确信之前猜想的王一博抵达巴黎入境，平级平直接接走的超 VIP 外宾待遇是 Lacoste 了。舒适自在、自信优雅是王一博眼中 Lacoste 与自己最契合的理念。其实运动风格长期存在于潮流圈，但是真正让运动风在时装中出人头地的，首先想到就是 Lacoste。世界上最为时尚的街区都设有热卖店，明明是血统纯正、拥有近100年历史的服装大鳄 Lacoste， 在国内却长期笼罩在被山寨野生鳄鱼支配的恐惧中。打不完的假冒鳄鱼，鳄鱼标志甚至一度被动的与中老年天才和商务风紧密挂钩。但好在这么多年，正宗法国鳄鱼还是凭借法式时尚和网球运动的 DNA 守住了自己的独特性。看过这次大秀就知道，优雅随行、颠覆创造还真不是一句口号，关键真好青春活力啊！王一博 Lacoste 造型甚至成为唯一一个亚洲男明星上榜 Vogue 英国巴黎时装周最佳前排 Top 20。人家品牌也直接的说了，希望通过全球代言人王一博的优雅演绎，能够聚集全世界的观众的目光，进一步推动品牌的创造力和吸引力。在 Lacoste 身上看到了老牌法国风度和现代潮流的融合，也在这波中切实感受到了 Lacoste 携手王一博重返巴黎时装周，或者说重返巅峰的决心，猛鳄不回头，重走辉煌路。